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开一个全新的单元——世界摩友开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呢？就是有很多摩友看我们自己做、自己开箱很辛苦，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就来投稿。然后投稿过来以后呢，目前大家看到桌上这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精彩的作品。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开始一一介绍大家的作品吧。首先呢，第一盒呢，就是由我们阿志寄过来的作品。阿志，对，我们的那个阿志吗？游人志。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放多久了吗？放2年了。因为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摄影棚，我才发现，这一盒是什么啊？然后上面有一点，有没有？这都是灰尘。我跟你讲，里面的作品其实很厉害啊。哇，他竟然用这个Uloga寄过来，这已经上色好的成品。可见他对这个他的漆模多么的有信心。哇，第一个开箱就让我们很下课。我们花了一点点时间把它组装起来。一开始的第一箱啊，就非常的惊人，有2件非常厉害的作品。那我们现在欣赏这台海牛。那我们一看到呢，果然又是阿志专长的这个 SD 改造又是用了 HG 跟 NG 的大小把它并成一台。那我觉得我们非常喜欢这个比例的套件，尤其是最近啊要推出了一个应该是激战同盟里面就是这个比例，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最近会非常的火红。整体的比例我觉得它改得非常的好，唯一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燃料管是我的话，我会希望它稍微改得再肥短一点，然后背包中间这一根呢，如果也可以再小一点点，就会更帅了。那我们也看到它是用了一个这个渐层式的涂装，这一台呢，我们快速欣赏一下。我们紧接着看下一台，这台我觉得更帅了，真的不得了。新安州新安州居然可以被改成 SD 的比例哇！而且它被改完以后超级扎实的，你知道吗？因为一般的 SD 啊，它都是会看起来有很多的这个偷胶，所以它的那种扎实度、密度就会比较低。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哇，它这边应该是用 HG 吧？对，应该这个是 HG 的，所以你看它整个这个花纹啊，这个内构的密度啊，都比 SD 的质感提升很多。那这个头应该就是本来就是 SD 的，然后这个武器应该也是144的，所以在这种大小啊，拿这种武器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张力。就虽然它小小一个，可是它武器一样这么大把，枪都变成炮。那人家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做这个作品，我们一定要好好给它 solo 一下。好，那寄来有一个好处，我会看它在制作的时候缺什么工具，把它拆开。那你看到它经常会把这个裙甲的部分全部都做了一个填平。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就会有缺一些肉，因为改造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空洞。那不管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改造的时候需要一些填的这种土啊，或者是补这个偷胶，或者是说补这个缺陷，我觉得呢，它都非常需要这个光固画图。
这个就可以有效的帮助它做填充，还有做一些这个瑕疵的修补，都非常的好用。虽然它这个瑕疵是在完全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它有了这一罐，改造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它就用这2台作品换得我们1罐光波画图。很划算吧？突如其来的工伤，不是，而且是突如其来的等价交换，这样划算啊！划算啊，应该划算吧？大家应该都觉得很想换吧？上面有印佛着呢。对对对，我跟你讲，我们这里的作品寄过来就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等你有来，你才可以来拿回去。如果你寄给我，我们是没办法寄回去的，因为我们比较对包装这一块比较陌生的。好，我们赶快来看下一台作品。再来呢，我们来开下一台作品。这台作品呢是塞巴斯塔。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是有询问说，我们要来开古铁还是塞巴斯塔？那个时候很多的网友想看古铁。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叫做阿丢啊，然后他就说，不然我帮你们做塞巴斯塔。于是这一台就出现了。塞巴斯塔很强，你知道吗？塞巴斯塔在超级机器人大战里面非常的强，蛮有分量的。你看他对他自己涂装的漆膜就比较没有信心，还要包这么多。那蛇先生都用卫生纸，这个是。而且这次的卫生纸是我用的，他才舍不得用卫生纸，好不好？他如果有用卫生纸，那个卫生纸一定是用过的。很漂亮我跟你讲，透过袋子真的蛮漂亮的，保护这么多哇，他很小心这就代表我寄回去的时候是寄不回去了啦。对。这怎么寄？对啊，这包这样子，我们都这连拆都拆不开了啊！这里要录一下我们都还没摸我们只有把海绵拿起来，有没有？它这里就有一点点裂开了。这个应该是当时要把这个胸口挤进去的时候，有一点应力集中的现象，所以让它这里有轻微的裂痕。那个阿丢，这不是我弄坏的。还是你是故意做一个旧化裂缝，然后要来跟我索赔？想不到我们 A 人家作品 A 那么久，终于被坑了一次。我们还是先把它快速的组装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作者，他其实他的基本功很好你看这个东西，它很多地方一定要做无缝，所以呢，自己去找，你找不到他做无缝的痕迹在哪里。就是我自己在看它整个做的无缝都非常的工整。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收缩都补得蛮好，所以呢，它最后再帮它上了这个整个金属的光泽，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就是这个银不是那种超级亮的银，它是一种喷起来比较稳重的那种感觉，比较有重量感。像真实那种盔甲的银色，对，但是我觉得全部都是银色的部分其实还是可以做一点银色的跳色就是说它可以玩看看电镀银。好，这位作者呢，我们就用1罐电镀银跟他交换好了。电镀银，对，尤其是它在这个金色要喷糖果漆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它真的可以试看看用不同的质感来跳色，可能可以让这个作品更加的丰富虽然这样子已经做得很好很帅了，就是也让我们省了1集制作这个塞巴斯塔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一台其实它是可以变形，但是因为我们一收到的时候这里就有点裂开，我们就不敢变形。等一下顶多呢就摆几个帅气的姿势给大家看。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它这里做了一个磁铁，它这样吸一下。你看它就可以发光了。这个是什么原理我们都不知道。以前我的那个电控开关要吸磁铁，但是我那个磁铁就要一直吸在那边，磁铁拿掉它就不会亮。现在科技又更进步了，我想说，他把开关放在这里，这样能看吗？你看，再摸一下，灯又没有了，然后又开一下，这样就又有了，然后眼睛也是会发光。好，我们来给它 solo 一下吧。哇，前面3台已经很精彩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我们熟悉的朋友的名字，他叫做嘉宏。只要他寄来，我跟你讲，保证越开越精彩，好期待
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哇，跟他以往的风格一样。你看了我们现在拆包装，一个就比一个更小心了，有没有？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保护的程度都不一样。会不会我们这样子说，然后他们就越来越小心？以后我们盒子这么大，然后开到最后只有这样。包装其实就是要刚刚好。哇，你看，保护的多好！哇，一看就是一定是 Artifact。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香，真香啊！哇！我真的每次看到他的东西，都让我觉得有一种叹为观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 Artifact， 这个是食碗。这个食碗当时装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肉的状态。嘉宏的作品怎么还在那边？对，我就跟你说，你只要寄过来，人没有过来，你是拿不回去的。但是通常都约不到我。这个 Artifact 它整个就是那种肉感，因为这个钢模啊，毕竟当时它打的是一个食玩市场，所以它整个射出的这个细致度啊，一定是比较糊、比较肉的。但是你看，透过嘉宏这种精致的处理啊，它整个这个无缝还有这个锐利度，第一个都要把它做出来。第二个啊，就是在这么小的作品里面，你要做这么多这么精致的分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啊，你再注意看它所有的黄色、这个蓝紫色、白色、红色，它全部都是有做光影涂装的。也就是说，它即使在这么小的这个机体上面，它也是想办法做出一点这个层次感，然后让它看起来更立体、更精致。这个墨线也是洗得非常的优秀。他这次有用我们的蚀刻片来。真的吗？对啊，你看后面。可是我第二弹的蚀刻片还没推出所以它是用之前的去改。那我们第二弹推出的时候再寄一套给他，用蚀刻片跟他换。等一下，我跟你讲，它这一个为什么这么帅，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这完整的底座。但是考虑到一般的玩家他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找到这个木头然后每一次都有这个自己切这个胶板的能力啊。我们为了嘉宏的这个作品，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蚀刻片加底座，就是各位如果你也想做 Artifact， 那你就可以参考。如果你做不出来这样的东西的底座，那你就买我们现成的。那这个现成的，我们也要送嘉宏10套，对，因为他寄给我们10台。哇，真的这叹为观止啊！真的来啊，这个要 solo 了。事不宜迟，这一集真的太精彩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作品。哇，这个你看，我们说世界摩友开箱，为什么？这个远远看就好，等下看到人家的个字。International Shipping Document，International Shipping Documentation。看到没有？这就是 International 的世界摩友开箱。可是世界摩友开箱，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寄给我都已经很难寄回去了，更何况是从海外寄过来的。哇塞，这里还给我一个特效。太厉害了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所以你们到底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什么梗啊？我跟你讲，虽然我不是数学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1、2两个钥匙圈。你知道这个很不起眼的东西，在亚马逊上面是没有卖的，只有我们有。这件作品呢，就是由我们魔魂室的龙少寄给我们的，他长得很帅。而且我在5、6年前就认识他了，因为那时候我去香港都没有朋友，那除了那个店家，然后就是我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他们聚会每次都很多人，然后大家一定不相信我参加香港的聚会，可能参加的比台湾还多，因为我在那边5、6年，所以我常常去跟他们聚在一起，只是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哇，你看，这是 EG 的你们知道什么是 EG 吗？ED Grade 呢？ED Grade 它可以把它
魔改成这个样子，真的很离谱哎！哎，你们有没有看过 EG 啊？阿志做的那个。对啊，阿志做的那个就是 EG 啊。哎，这个我真的要小心了。前面的作品，我跟你们说，勉勉强强我还做得出来。如果我不小心弄坏的话，这一台我真的很难想象。哇，好浮夸的造型哦！你看，他故意这种脚小小的有没有？然后肩膀很大。这一台作品呢，其实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我这个朋友他做的时候，我自己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把这台作品借给我们开箱？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们讲，香港以前啊，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一个模型圣地。那我好不容易去到那边认识了这些人。那以往呢，都只有机会在杂志上面看到他们这种疯狂的改造作品，尤其是这种他用了很多台，然后用了很夸张的这种比例啊，去把它拼凑成一台，尤其是它改在 EG 上面，所以真的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制作能力的技术以外，还有他们这种想法，有没有？像EG 它本来就是长得比较简单一点的造型啊，比较端正。那我们一直尝试的一些改装啊，就是一些刻线啊、蚀刻片啊、上色分色啊，或者是练一点色彩上的旧化。可是你看，我们就很少有机会可以去看到在比例上魔改的玩家，哎，这很少，就快绝种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个肩膀是什么吗？这个肩膀是1:100的肩膀，然后啊，这个应该是00吧，就是00系列的这个脚，是不是那个谁啊？那个什么，前面有很多盾的那个什么天使，他是谁？力天使的脚是吧？反正就不是EG的脚，然后他用了别人的这个套件，对啊，看起来有点像 Double O 系列的东西，然后结合了就是他的手工艺啊，才做出这样子浮夸的改造。而且我觉得，你看他的脚这么小，上半身这么壮，我现在这样旋转啊，他还都不会倒下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在脚底下连了 BlueTech， 不过他自己真的也是做的蛮稳的，蛮厉害。那这一台作品我们一样特别 solo 一下。人家花了国际运费寄过来啊，他少了一些东西，他没有EG的蚀刻片。那既然他寄了这么珍贵的作品给我们，我们也寄我们这个珍贵的 EG 蚀刻片。其实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后面房间里面大概还有10几台作品还没开箱，因为实在是太多了，那太丰盛了，所以我们可能分几集。那这次呢，就是世界魔友开箱第1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红抗的龙少的啊，还有这个嘉宏啊，还有这个游人志，还有我们这个阿丢的作品，每一台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非常的用心呐，然后来呈现这么好的作品给我们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呢，然后你是一个喜欢模型、喜欢玩具的朋友，我们这里就是定期啊会做很多的模型的开箱，还有一些模型的制作、模型的教学。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先赶快订阅这个节目。那如果你本身已经是有订阅我们的节目，而且是很厉害的模型师的作者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作品丢在这个疯狂模型师上面，就是我们一个 FB 的社团。那如果我们发现说，哇，你的作品真的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优秀，那或许我们也会跟你邀稿。那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一旦你寄过来了，其实我们会寄回去啊，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因为我们这里比较落后嘛。我们上次说拿去邮局寄，大概多久你会收到？大概2030。2030太快了，大概2130年你就会收到你的作品。好了，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阅跟点赞，我们下次见，拜拜。其实，在我们开箱这个节目的同时，我们的阿志已经把海牛已经做出来，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比例的造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会赶快把它的这些关节啊这些去检查一下，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让这个连结套件赶快推出，然后我们可以买到这些
改装的这些备品，让你们自己都可以改成这个样子。